天涯论坛探险博主，讲述2007年在冈底斯山脉探险时遇到上古人类文明。他们半透明的身体和正常人类大致相同，但是他们似乎已经进化到了一定时期，拥有着洞穿一切和预测未来的能力，特别生灵。故事的起因还要从09年7月8日说起。天涯论坛莲蓬鬼话板块中，一位名为上山若水的博主发表了一篇关于多维度世界与灵异事件之间关系的帖子。他表示，个别人口中所看见的灵异事件很有可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只是我们身处在一个三维立体的空间内，我们的视觉和听觉在某种意义上被限制，我们所能接收到的事物，它们必须处在同一个频率的范围内，这样我们的大脑才能接收到有效信息，而后再进行翻译。就像声音一样，分贝太高或是太低，我们都无法听到。这种特性就限制了大部分普通人不可能接收到什么异于常规的信息。他还在帖子中讲到，我个人觉得像那些经常看到灵异事件的人，应该就是他的视觉和听觉的频率上限及下限比普通人高一些，所以他们可以看见的东西我们却不一定看得见。还有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会无缘无故地听见风鸣的声音，尤其是在晚上，一个人走夜路的时候会感觉特别明显。如果现代科技能够将这种风鸣声记录下来，会不会就是不同维度的空间在发生错乱交错时发出的声音呢？我们生活的三维空间里接收不到更高维度世界的频率，但不代表我们的空间里不存在更高维度的文明世界。难道现在没有一个官方机构能用科学的方式解答这些问题吗？很多网友看到上山若水发的帖子后，都感觉非常新鲜，也都非常好奇，也有很多网友开始疯狂地参与其中。很快，这篇科学与灵异的帖子就飙升到了莲蓬鬼话板块的头条，而其中一位名为星落山间的网友是这样评论他的：其实在我们大千世界中，存在着很多科学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灵异事件，而处理超自然事件的官方机构在多数发达国家是存在的，只是他们都有着极其严格的保密制度。世界上为数不多被发现拥有特殊能力的人，也会被要求参与组织之中，只不过这些拥有特殊能力的人都会将自己具备的能力用于科学研究领域，例如我国在早期组建的507所和749局，美国神秘的51区，南非超自然调查部队，澳大利亚超自然现象研究所等等，肯定是还有很多我们普通人不为知晓的神秘机构。但是个人感觉在这些神秘的调查机构之中，多多少少会有拥有特殊能力的人群。如果大家对这样的事情好奇，我可以给你们讲一讲我一个朋友在冈底斯山脉遇到上古人类的离奇经历。星落山间的网友表示，自己朋友是一名优秀的退伍军人，也是一名很厉害的探险爱好者，像什么四川石竹沟、湖北神农架，还有西藏的很多地方他都去过，多多少少也遇到过一些离奇古怪的事情。因为我平时就对这样的事情好奇，有机会我们都会在一起聊聊天，他也会给我讲那些他遇到的事情。但在一次我俩聊天的时候，他竟然无意间透露了在冈底斯山脉探险时遇到上古人类的离奇经历。我的朋友是这样说的，他觉得户外探险是一条不归路，一旦踏上这条路就会变成不一样的自己，总想去探索新奇百态的未知世界。事情发生在2007年7月，我独自一人来到冈底斯山脚下，准备进入山中探查一番。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就在进山不久，离奇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我发现无论我向着哪个方向走，最终还是回到了原地。当时自己心里还想着是不是遇到鬼打墙了，大白天的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但是作为一名资深的探险爱好者，不应该有这种稀奇古怪的想法。于是我又走了几个小时，天色也开始渐渐的黑了下来，但无论我怎么走，最终还是回到了原地。我气愤地冲着天空大喊，发泄着心中的怒火。可就在这时，我开始用力地呼吸起来。这时我才意识到，因为冈底斯山脉属于高原地带，本来有些缺氧的我，因为自己一时不冷静的举动，导致现在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我自己琢磨着，冈底斯山长啥样我还没看见呢，难道今天就交代在这了吗？此时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不断地冲击着我的脑袋，感觉胸口也有什么东西压着自己喘不上气来。没办法，现在天色也已经黑了，只能就近找个地方搭起帐篷休息一晚。帐篷搭建完以后，我一头就钻了进去，想着好好休息一晚上，缓解一下身体。就这样，缺氧给我带来的不适感一直困扰我到半夜11点多。可就在我迷迷糊糊就要睡着的时候，突然头顶感觉一阵凉风袭来，就好像有人在身边走过去一样。我当时还以为是自己缺氧产生了幻觉，因为在冈底斯山里本来就人烟稀少，更何况现在都半夜时分了，谁会没礼貌地钻进自己的帐篷之中呢？可此时因为自己高原反应严重，再加上在这折腾快1天1夜了，已经是身心疲惫，浑身无力。此时没有地方的我，也只能试着慢慢睁开眼睛，看看到底是啥情况。但诡异的是，不管我怎么使劲，
我的眼睛也就只能睁开一点点的缝隙，身体的状态就像是遇到了鬼压床的感觉，不听使唤。可此时我恍惚间看见了一个半透明的人影坐在了我的旁边，在帐篷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十分离奇诡异，这可把我吓得不轻，浑身鸡皮疙瘩都感觉掉了一地。但是此时身体又无法动弹，我忽然联想到今天在山谷之中遇到的情况，是不是就和他有关？这家伙是不是来害自己的？就在我迷迷糊糊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应对的时候，那个半透明的人突然开口说道：“不要瞎想了，在白天遇到的事情就是我做的，但是你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之所以不让你离开这里，是因为我感觉到你身上的某种磁场波动和我大致相同。我在地球上已经活了上1年，现在也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今天能看到你，也算是我们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听他这么一说，我恍惚间问他：“你究竟是人还是鬼？你到底要做什么？”他见我这样的质问，便回答道：“你放心，我真的不会伤害你。但是我是谁，我自己真的不记得了。不过我只记得我来自上古时期。”说完以后，他又开始给我讲述了一段相当真实的史前经历。他说，地球现在虽然已经存在了40多亿年，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地球上其实已经经历了好几次的文明大灭绝，而地球文明的轮回就是隐藏在5行之中的。我就生活在水文明的世界之中，而按照现在人类科学所知晓的时间计算，我们的水文明世界属于三叠纪时期的时间线内，但并不是三叠纪时期的空间内。而你们的世界现在属于白垩纪时期以后，也就是水文明以后的火文明世界。而当时水文明世界的灭绝和现在火文明世界的诞生也是息息相关的。而在我们曾经的水文明中，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那个时候天空中没有云朵，而地球上大部分的水很多都是漂浮在半空之中的。简单点说，就像是现在地球上的大气层一样，天空中漂浮的水和地球之间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平衡关系，而地球在水层的包裹下慢慢的形成了温室效应。所有的动植物在这种温室条件下体型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时候的人类和现在相比也有着天壤之别，整个身体晶莹剔透，可以在水中自由翱翔。玄武、朱雀、凤凰、麒麟等动物在这个世界也都是存在的，而现代人口中的神龙也是可以飞到天空中的水层上生存。当那个上古人类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禁感觉非常诡异，难道《山海经》中所描述的内容都是真实存在的吗？这个半透明的上古人类还讲到，我们水文明毁灭的原因正是几亿年前地球被陨石雨击中导致的。当陨石进入地球的那一刻，包裹在地球表面的那层水膜被直接撕裂开来，地球与天空中水层的平衡也开始从此刻慢慢消失，而天空中超级巨量的水层变成了雨水。暴雨足足持续了200万年，并且对全球水循环系统产生了巨大冲击，导致了地球上很多生物从此销声匿迹。也许这就是你们所说的灭世大洪水。洪水同时淹没了整个地球大陆，导致了地球大陆板块多次位移。亚特兰蒂斯文明也是这次灭世大洪水中消失的。而几万年以后，少之又少的幸存人类为了水文明能够继续传承，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们提取大洪水后新的基因物种，并进行了基因更改，第一批能够适应新生环境的生命从此诞生。而这正和女娲补天在同一个时期线上。现在地球已经到了火文明的时期，然而按照5行中金木水火土的顺序，火文明结束以后便是土文明，但等到土文明结束以后，地球就会开始重新轮回到5行之中的金文明。而等我准备问这个上古人类火文明到什么时候会结束时，土文明又何时才会开启，可他却突然说道，时间差不多了，我也是时候离开这里了。随后就消失在帐篷之中。我看到他消失以后便想出去追赶，可当我拉开帐篷以后，却发现在不知不觉中天空已经大亮，而且在距离帐篷不远处的位置，我看见了很多搜救人员。此时他们也看到了我，但随后我在他们口中才得知，我已经失踪1个多星期了。但我明明是昨晚才来到这里的，而且昨晚所经历的事情就好像是一个梦。可那些搜救人员为何说我已经消失了1个多星期呢？